今天给大家介绍一本书啊，是我收到过的最大的一本书啊，叫做这个 Book of Tea 茶之书。这本书里面啊有100种不同的茶叶，而且你是直接可以尝到它的味道的，来自世界各地的茶叶啊。这本书这里有一个介绍啊，他说是最高质量的茶，而且新鲜，而且真材实料，而且就是很精美。这个茶我们先看一下它有多大，我们比较一下啊，看一下这种感觉。你看我这里有一本书啊，已经是很大了，对不对？就是比我头还大，很厚很大的一本书。但是如果跟它比的话，那就是小儿科啊，一本小人书一样。看这厚度，超级大，就是是我所有重要的事情再强调一遍，收到的书里面最大的一本。我觉得它非常有创意，待会我们打开来看啊，它里面你看，把它打开，哇，掉了一个小册子掉了，它里面有100种茶叶啊，都是用小袋这样子分开给包装好的，一打开就会闻到一股香味啊，然后这个扉页上有一段文字，英文写的，我是超级的喜欢。它只有2种文字，这个书英文和那个日语。然后它这一段文字是这么写的，可能看不清楚，我会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在屏幕上。他说，尽管有些时候我们发现日子好像是在重复着过去一样，但是呢，实际上每一天在你的生命当中都是独一无二的，就像我们这本茶书上的茶叶一样就是没有任何2包茶的口味是一模一样的。然后他说，希望这100袋茶叶每一袋都为你的生活增添色彩。哇，好美的一段文字。让我们看一下这个小册子，掉地上，这本小册子，其实做的非常的简单，它就是介绍了这100袋茶叶，每一种它都介绍了它的这个制作的大致的工艺以及它的产地。然后我们看一下中国的茶找到中国中国在这里，中国也介绍了好多种茶。第一种，它有一个编号的茶叶，中国7005黄金柱，这个茶叶他说是乌龙茶产自福建省，有一种高贵的香味，就像桂花香一样，桂花香的乌龙茶7005，我们在这里面把它找出来，然后把它泡来喝一下，边喝边来聊它这个天才的创意。找到了，就是这一本黄金柱这一包7005，我们打开看一下这一袋其实我已经喝掉4包了，这是我喝的第5包。它是这样子包装起来的，不是纸袋子是一个这种像布料一样的透明的很多茶可能你们看到也是用这种装它就是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你们的茶叶的品质因为他对茶叶品质很有信心嘛。其实我之前泡的茶我都看过，那个品质是很棒的。然后闻一下就有一股很浓厚的那种茶香味，而且不带杂质的很香的味道。我相信他讲的就是新鲜的茶叶，并且是这个真材实料的，而且它这包装也很精美。好，我先去把它泡上，我们边喝茶边聊。茶已经泡好了它确实是有一股桂花的香味，但是不是像那种刚长出来的那个桂花树上面那种很浓烈，它是一种淡淡的桂花的清香，但是也很明显的闻到这个桂花香味跟这个茶的香味混合在一起的那种味道很好闻的味道。现在这个看上去还比较清淡，可能再泡一下的话会显得浓一点。不过这种乌龙茶的颜色可能大致也就是这样子，会深一点。我们先把它放旁边，然后待会再来看，因为现在也很烫，还不能够喝。我想讲的就是这个创意我真的很喜欢因为之前也喝很多茶叶嘛，但是你没有喝过100种不同的茶叶，但你会去想尝试喝到不同的茶叶，而且想喝到那种高品质的茶叶。如果没有他这么一个创意的话，可能你一辈子都喝不到你最喜欢那个茶叶的味道。那我想这个创意其实可以运用到很多地方，因为它是日本发明的，我感觉就一样。我们其实也可以学习中国很多茶，对不对？日本茶道很有名，我们中国的这个茶文化也是源远流长非常的厉害。如果能够把它这种具体化
像陆羽有个茶经，对不对？但是我们只能够看到它上面的一个介绍，如果能够把它做成这种实物一样的产品，那就让每个消费者能够买到它，能够喝到它，甚至可以推向到国外，像这个日本的这个茶一样，它其实它这个说明书就是日文加英文嘛，它是推向全球的嘛，那么也可以推广我们的茶文化。而且不仅是茶如此，你有没有想过，如果别人讲你每天吃的米饭，其实你有没有想过，当你去买米的时候，像我就有这样的情况，我在那个网络上一搜，或者去那个商场、去超市，看到很多米琳琅满目，你有没有想，可能某种米是你更喜欢吃的口味，但是你一买，你就要买一大袋。然后那些散装的米其实很少嘛，样数可能有的多的就10几种，对吧？少的可能就是4、5种给你选。但是你要一下买那么大一袋米回来，比方说有东北产的，对不对？有云南产的，世界各地的，还有进口的泰国产的等等的这些米，你如果说不好吃的话，或者自己不喜欢那个口味的话，可能就觉得掉坑里面了，所以你就不会去买。结果呢，就吃来吃去都是那几种口味。如果说有一个米之书介绍我们中国各地产的这些好的优质的大米当然也包括什么糙米都可以就是包括黑米、红米，对不对？然后100种每一种呢可能就给你3两，对不对？就一家人可能2口人、3口人就做一顿，大家尝一下嘛，这样子。然后也可以，当米比较重，可能就是少做几种嘛，对不对？中国这么宽大，幅员这么辽阔，我们可以分成好几个区域或者好几个省，不同的做10几种米这样子一袋寄过来，你就可以去品尝，你可以每顿饭吃到不一样的米。然后还有就是酒，有没有想过我们的酒文化也是源远流长的，什么白酒，对不对很多还有各种各地产的一些土酿方法的酒，像我老家就有那种土酿方法的自己的酒，而且老家的人都觉得那种酒好喝。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些东西给做出来，包括很多吃的，还有化妆品，有没有？就是很多人化妆尤其女孩子，就是化了可能几10年都没有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颜色没有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化妆品，但是你不敢去试了，对不对？不是每种化妆品都有小样，而且有时候小样现在也要花钱，也不便宜，对吧？以前好像小样还是可以免费领的时候还方便试一点，但是你这样零零星星的去试，你能够试多少种？而且你花了钱掉到坑里面去之后呢，你就宁可可能你现在用的不是那么特别合适，但是你也不愿意去换了，你就是很难见到实物嘛。但是如果给你做一本这样的化妆品之书，比方说那个粉底之书，对不对？然后哇，100种粉底你都可以去尝试颜色，可能很快你就找到真正适合你的颜色。然后眼影之书，对不对这样子你就找到，你就会更容易嘛，变得很开心很漂亮这样子好多好多就是我能够想到的这些什么米什么酒什么茶什么咖啡对，还有咖啡，还有就是化妆品像咖啡的话，因为我现在也在正好开始喝咖啡1、2个月，之前喝但是不懂，因为有朋友送了我一个那个手磨的咖啡机，然后我就开始入坑了。然后现在呢，我就买了那个法压壶，然后买了那个手冲的那个滤网跟那个壶，然后买了咖啡豆，然后开始来做，可能以后会添更多。但是我也遇到同样的这样的一个困难，就是设备你可以把它选好之后，就那一套东西你可以固定用嘛，对不对？从意式到摩卡到虹吸到那个手冲到法压其实咖啡都是这么做出来嘛，对不对？然后你再买上那个什么打奶泡的，你就可以加奶，对不对？然后我肯定是不加糖的，因为健康管理师还教人减肥，对不对？我本来就劝人戒糖，我首先我也是这方面做得很好的。另外就是其实本来现在很容易这个碳水过剩嘛，所以特别控制水，我不加糖。但是咖啡大概就是这些味道，关键的选择在咖啡豆，对吧？咖啡豆有浅度烘焙、中度烘焙，然后深度烘焙，然后有各种产地的中国就有云南产的，还有哪里产的我也不是很懂。然后国外的产地就是更多的，什么非洲的、美洲的、南美的，对不对？各地还有欧洲的各地产的咖啡豆。如果我们可以做一个这个咖啡之书把这个咖啡100种是不是可以做过来？这都是很好的生意如果有哪个那个做这方面生意的人看到我这个视频你就点个关注吧，然后你帮我推广一下吧，好不好？然后也恭喜你，你可能就会发达，对不对？或者你有朋友，你可以给他介绍这个 idea， 这绝对是一个非常好的创业的，也是创意的一个 idea。然后呢，而且这个想法就是又天才，而且又容易去实现，容易去做到
啊，你只要是能够真正的你爱你做的那个行业，然后完了之后你凭良心去做，对不对？你要像他一样讲的啊，最高品质的茶，而且是新鲜的，而且是这个真材实料的，而且是精美的，对吧？你能够这么用心去做，我相信啊，这么好的一个主意，再加上你的这个肯用心，然后认真啊去做这个事情，可能生意就能够获得很大的成功，然后赚很多钱。到时候别忘了感谢我，对吧？然后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吧。就是欢迎大家关注我的频道，然后给我点赞。谢谢大家，我们再见。哦，最后忘了，这茶泡好了还没喝，你看现在泡好了就这个颜色，温度也可以了，喝一口看。哇，真是不错哦！那个鼻腔闻到的那种香味，然后这口腔这个香味又进来，我很喜欢这个茶。它还有那种姜汁味的，我之前也喝过，就是那种姜味的也很好喝。就是100种茶不同的口味，我现在已经喝了，这是第5种了啊！每天为生活增加色彩，也祝大家每天生活充满色彩。